槽，花花和叶子今天终于合体了。叶子把花花搂着，两姐妹互相表达着多天的思念之情。谭爷爷和赵奶爸更是全程陪伴。今天一大早，在两姐妹阔别31天后，首次在室外同框。花花看到叶子后，眼里满是爱意，然后在妹妹身边慢慢坐下，还调皮的咬了一下妹妹脚。哎呀，妹妹疼，看来这不是梦。随后，叶子起身，用手搂住姐姐。这一刻真的安静又美好。还是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。花花和妹妹天下第一好。今天谭爷爷也来到了外场，和赵奶爸一起全程陪伴和记录着花叶两姐妹。两姐妹后面能不能同框，都要看这次两雄的反应。所以赵奶爸耐心记录着他们的点点滴滴。而两姐妹多天不见，她们也懂得更加珍惜彼此。就这么，妹妹搂着姐姐，一直抱了好久好久。她们好像在互相诉说着这么多天对彼此的思念之情。妹妹不在身边的这段时间，花花每天都在寻找妹妹的味道，并满屋子的寻找妹妹的身影，找了一圈又一圈，结果妹妹都没出现，她就一直盯着门口。妹妹也是一样，姐姐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她一直郁郁寡欢，总是呆呆地望着门口。花花找她的角落，也都被她全找了个遍，奈何只闻其味，不见其雄，多次差点哭泣。所以今天叶子搂着姐姐一直不肯松手。玩累后，两雄各自回老地方睡着回笼觉，而叶子睡觉时一直望着姐姐睡觉的方向。在外场和妹妹见面后，花花在室内整个上午都很活泼，甚至还高兴地打滚呢。而两姐妹后面还能不能继续同框，基地也在继续考察中。是我见过最能吃的大熊猫，因为吃东西时噎住了，奶妈给它施救时，它还在吃东西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奶妈正在给几个小家伙喂食物，华宝小九拿起嫩笋，坐在原地就吃了起来，而其他2个小家伙看到奶妈走后，跟在后面追赶了起来，哈哈。我怀疑他们是把笋吃完了，跑过去找奶妈要笋呢。这时华宝好像噎住了，发出了吼声。奶妈飞跑过去，奶妈来到小九的身旁，拍打其后背施救，见拍打无效，准备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，结果没提起来。小九倒好，你救你的。即使自己噎住了，他还在吃。都知道大熊猫是吃货，但没见过这么能吃的。人们把它当国宝，他把自己当个草，一点也不爱惜自己。没办法，奶妈只好继续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。纳尼，他还在吃？好吧，好吧，看他可爱，咱们忍了。最后，在奶妈的努力下，小九成功解决了噎住的问题。看到奶妈把装有食物的桶都提走了，他又来到了门外要食物。另外一只滚滚见状也来到了门边，结果因为2小只个子太矮，放在门沿上的嫩笋他们根本拿不到。这只滚滚还是很识趣，眼看拿不到，最后乖乖的走开了。最后的最后，要不是奶爸开门，他们一天估计都拿不到笋，哈哈。小九还给奶爸来了个熊抱。上完菜刀，下做蛇，我是萌萌爱谁谁。万万没想到，就是这么一只白的要死的萌萌，也有调皮的一面。奶爸给他投喂窝窝头时，他化身功夫熊猫，单手擒拿掉毛干，等嘴里窝窝头吃完后，直接拿走掉毛干玩耍。你以为他只要窝窝头，殊不知两脚兽才做选择，他全都要。如此行为就跟一个土匪似的。同样，萌萌也喜欢被捧杀，在游客欢呼声中，他当即表演起了倒挂金钩。这一被捧杀根本停不下来，难度是越来越大。结果因为身体太重，桥都被移动了位置。然后，哈哈。在观众一声声震惊中，他就这么潇洒离场。没有观众的表演，那是枯燥无味；一旦有了观众，眼前的下水道也能整活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全身那是恶臭。随着下水道被打开，身上也带来了特殊味道。来到洗澡时，便要洗香香，结果又玩起了自来水，左打右打，这水就是停不下来，用手堵住，实属明智之举。结果一个不小心，水花又冲进眼睛。
这大熊猫普普下班，简单暴力，有一种快要把门敲坏的感觉。就问一句，手不疼吗？普普为了下班，使劲敲打铁门，也不是1次2次了，甚至有一次，只因为奶爸说了他2句，他就气得要拿竹竿揍奶爸呢。瞧瞧这暴脾气，就问奶爸一句：“你慌不慌？”所以后来一看到普普敲门后，奶爸就赶紧把门给打开了，就是怕他把门给敲坏。难道大熊猫只会敲门不会开门吗？其实呀，会开门的大熊猫有很多，但普普是例外。比如这只叫做季丽的大熊猫，即使身处单间，有铁栏的限制，也阻拦不了它开门的欲望。您瞅瞅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让我觉得开门最牛的大熊猫当属新小野，这家伙不仅会自己开门，还会自己爬到小卖部门口打开门买东西的。哈哈，牛吧！这老板也是，大熊猫都光顾生意来了，他却不做大熊猫的生意，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。而那些也学会开门的大熊猫，简直是实现了上下班自由。要上班时自己把门打开出去，下班后想多玩会就多玩会，即使门被关上了，那也很简单，自己动手打开就是，根本不需要奶爸操心。怕有小偷进来，把门从里面关上即可。这哪需要通过敲门的方式让奶爸开门呢？只要学会开门，上下班时间自己定，难道不香吗？看完大熊猫普普下班，再看其他大熊猫下班，差距真的是一目了然。干妈一声温柔呼唤，大熊猫思佳立马飞奔而来。哇，跑得这么快，跑得这么快救命啊！干妈阮德慈女士是对大熊猫最上心的认养人。她就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思佳的熊生。在思佳被称为微笑公主前，熊生却充满了坎坷。思佳出生于四川卧龙基地，1岁半时被干妈阮德慈女士认养。除了思佳，干妈还认养了奥运、秋秋和红红。2008年，思佳经历了汶川大地震，从此她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，家园被毁，思佳被转移到昆明野生动物园，在那里，思佳经历了熊生最黑暗的时刻。首先，园区的环境和待遇非常不好。思佳不仅活动的空间非常小，而且吃的是劣质糟糕的食物，园方还舍不得买竹笋。干妈知道后，专程坐飞机来到云南，亲手给思佳做窝窝头，还自己掏钱买笋笋给思佳。思佳吃完后，连笋皮都舍不得放过，而且当时游客还可以从动物园购买胡萝卜和菜叶，随意的投喂给思佳。同时，在没有空调的场地，经常被烈日暴晒，这些等等情况，导致了思佳身体里有很多寄生虫。长久如此，让思佳患上各种病的同时，心情也变得抑郁，并出现了严重刻板。照顾思佳的2个奶爸也因自己保护不了思佳，愧疚的相继辞职。他们给予了思佳无限的爱，但改变不了动物园。幸运的是，干妈阮德慈女士一直没有放弃思佳。知道这些情况后，看思佳越来越频繁，每次来云南都给思佳带很多吃的。住云南期间就上山给思佳砍竹子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想尽办法收集各种证据，向多个部门反映情况，控诉云南野生动物园不适合大熊猫居住。最终在干妈和粉丝的努力下，思佳被解救了出来，并搬进了干妈在全国各地挑选的亚布力动物园。亚布力山清水秀，思佳光活动空间就有2000多平，在这里，思佳每天都能吃上从四川空运而来的嫩猪。奶爸奶妈也给予了思佳无尽的爱，在爱与陪伴下，思佳生活有滋有味，身体逐渐健康好转，性格也变得开朗了起来。思佳历经熊生磨难，终于迎来了她的幸福余生。干妈就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思佳的熊生。